大家好，今天的话就是下雨，下雨的话不知道铺什么，我就谈一下我的这个车子，就是我现在开的这一部车，我这部车的话是国产的嘛，大家发现没有啊？发现你看我前面的车子有什么问题？你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啊？看到了没有？你看是吧？就是这个反光镜啊，你看掉下来了，你看一下啊。本来反光镜是这样子的嘛，是吧？它现在没有了，是吧？反光镜它已经掉了。你看一下这个反光镜掉成这样子，这个反光镜是怎么掉下来的呢？就是说，就是我调整一下这个镜子的位置啊，调整一下镜子的位置的话，被我一搬就搬掉了。你想这个资料，你看一下这个资料，大家你看一下这个资料可靠吗？你看一下。就这样子，我这样子镜子的位置不对，然后我搬下来一点的话，它就是叭的一下就是断掉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无语了。这国产的车，还有的话就是说，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已经去启动了的这个车子啊，启动了的话就是说，你看一下，它这个灯啊。一直在这边亮着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发动机故障，还有就是这个安全气囊跟那个发动机故障，它一直在亮的，你看一下是不是啊？这个呢是安全带，然后这个的话是坐车的，是吧？这坐车我放下去，它就是没有了嘛，是吧？那安全带我系上去也是没有了嘛，是吧？但是那两个灯的话，它就一直会亮。所以说这个国产的车啊，毛病太多了，真的毛病实在是非常多的小毛病。还有这边啊，你看一下这个的话，现在的话它漏雨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我这边的话，你看一下啊，这漏雨啊，它一直在漏雨啊。这个的话就是说修了几次了，它还是没有用它就是会漏雨，应该就是说它这个门缝啊有一点变形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点变形，所以它就一直漏雨。所以像我这样的话，睡在车上的话，你看我下雨了，我前面东西都不敢放。是吧？你看一下啊，漏成这么湿了，这全部都是水啊！你看一下啊，全部都是水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一直有人问我，就是说这个我开的这部车子的质量怎么样？因为我开的是宝骏510嘛，质量的话，就是它的发动机的话，就是说，还算比较省油一点，就是发动机啊，但是的话，就是发动机的话，就是有点没有力啊，就是说有乏力的感觉，特别是上坡的时候，或者是在高速上换挡的时候，都会显得比较乏力一点嘛，还有的话就是它小毛病非常的多，这个国产的小车啊，很多小毛病的。就是刚才我也说了，是吧？那个反光镜都这样子会搞丢了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如果要拿去换的话，要整块玻璃换掉嘛，是吧？还有那玻璃门的话，也是一直在那边漏雨嘛，是吧？还有你看一下这个发动机故障啊，安全气囊它都是有各种各样的故障的。而且是它这个，你看，大家听到声音没有？你看，
你看，你看，是吧？你看，我现在手一动的话，它这个就会在动，你看，是吧？你看一下，这是什么质量啊？这个车子，你看，这个是一动的话，你看，这个声音的话，现在车子停着的话，倒是无所谓了，是吧？它不会有声音，但是开起来的话，你知道吗？就很烦啊！开起来的话，这路上的话，你看它就会这样一直在响啊，咯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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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非常多的那个毛病了。还有啊，就是说，上次我拿去保养的时候啊，上次我拿去保养的时候的话，就是，我那个刹车片啊。就是我的右前轮的那刹车片啊，就是磨损掉了，磨损掉了的话，就是我拿去保养了。他说换一个刹车片的话要380块，哇，这个实在是太贵了，你380块，然后我就没有换，我拿到外面的那些修车的，就私人的，就不是4S店啊。私人那边修车的，你换一个刹车片，它多少钱啊？才175，它还是它两个一起换的，也就是说前轮啊、前左轮跟前右轮啊一起换，它是一对的嘛，是吧？一对的差100多块钱，你想想，那4S店的话，就是一个刹车片的话，就是380块钱，哇，这个实在是太坑了，是吧？毛病非常多了，然后啊，又是那个电瓶啊。因为我经常用电瓶充电的话，就是电瓶损耗掉了电啊，对电瓶损害很大。然后就是，有点充不了电，然后去换电瓶的话，然后4S店它那边的话换原装电瓶的话，就是，大概要500-600块钱一个，500-600块。然后我没有换，然后又拿了那个私人的店里面啊，也是原装的电池，就那个电瓶啊，才300块钱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便宜太多了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一直问我那个，我开的这个车子质量究竟怎么样？所以今天我就谈一下我的车子，你看大家也看到了，是吧？玻璃门它那个漏水啊，你看漏的湿湿的，是吧？反正非常多毛病，现在连这个反光镜都是这样子的，大家看一下，是吧？你看它的反光镜，你看，是吧？它就掉了。现在这个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用胶水粘上去啊，是吧？这个是粘不了的嘛，是吧？只有整块玻璃换掉，的话没有去换，像这个玻璃的话挺贵的，是吧？哎呀，安全气囊啊，其他各种各样的故障啊，哎呀，真的很烦啊。这国产车，但是它的发动机稍微会省油一点，因为它是1.5的排量嘛。还算比较省油，发动机的吧，但是就是说，发动机有点乏力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开着5档是吧？开着5档，你一刹车的话，不是档位推为2档、3档嘛是吧？重新加油门的话，它就没有什么力，又要慢慢的走。今天的话下雨的话，我就是谈一下，我的车子的质量究竟怎么样？前面的话写着一个广告，房子搞得好，老婆容易找啊。房子搞得好，老婆容易找。很长啊，你看我现在的话开车的话就是没有这个后视镜了，是吧？非常的长啊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的话就是这样子，手一扳它就掉了呢，一扳就掉。而且我是把它调好一下，因为是看不到后面嘛，然后我把它调好一点的话，比如说这样看不到后面是吧？我就这样的手扳再往后调一下，扳，它就脱漏了。这个质量真的是非常的无疑啊！而且这个的话，你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是这样子粘上去的哦。你看一下，它有一个这个铁的，你看铁的这样子粘上去，所以说它在玻璃都你看已经烂掉了。如果要换掉的话，这块玻璃的话，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，应该500-600-700就少不掉吧？要整块玻璃换掉嘛，是吧？但是我现在我就不换嘛，我
这个后视镜的话，我就准备把它绑在这边来嘛，把它这样子绑住嘛，准备绑在这个位置绑在这个位置的话，也是可以看到后面嘛，是吧？就是难看一点也无所谓了。还有上次我去4S 店去修车的时候，去保养的时候，就是它这个发动机故障啊。发动机故障的话，他说是要给我搞好的话，大概要500-600块钱。他说要换一个什么的，我就非常奇怪，为什么我感觉到非常奇怪的，就是说为什么我的车子拿到4S 店去修的话，以前都不会有发动机故障的，也不会有安全气囊故障的，然后跳出来，然后我上次打去保养了，然后回来没有开几天的话，就是出现发动机这个故障的这个灯啊，就显示出来了，以前都不会，而且是但是车上开之后就没有事，你知道吗？我准备拿到私人店里面去检测一下的发动机故障究竟是什么原因，是吧？他说要给我搞好要500-600，真的是太坑了4S店，以后我都不拿到4S店去保养。